今天的行程从哥本哈根开始。我的目的地是法罗群岛。法罗群岛是一个由18个小岛组成，漂流在北大西洋上，夹在冰岛和挪威之间。虽然它隶属于丹麦，但是它有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政府，也有自己的节奏。在地图上，它小到需要放大好几倍才能看得见，可是在我的心里，它的存在感却像是一片很大的空白，等着去被填满。从哥本哈根飞过去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。起飞的时候，窗外还是熟悉的平原景色，过了一阵子，海开始取代陆地，颜色也从浅蓝色变成了深灰色，然后出现了绿色，云层也渐渐地低了下来。整个飞行的过程中，我都忍不住把脸贴到窗户旁边，像是怕错过了什么。大约在飞机准备下降的时候，第一座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，那就是我在无数照片上见过的 Dragoneer。 中文有人叫它龙骨山，也有人叫龙门礁，因为它是2座耸立在海面的海石岩，就像一扇巨大的石门，又像一条巨龙的脊背伸向海面。法罗群岛的机场很小，小到你一眼就能看完全部的布局。这里也没有海关，行李转盘也只有1条。从下飞机到拿行李不到10分钟，我就站在了机场外面。在机场的左边就是每个租车公司的停车场。然而我拖着行李绕了好几圈，也找不到我订的车，于是就提着行李打算去柜台问一下。结果走到柜台后，才发现柜台空空的，灯也关着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无奈之下掏出了手机，又重新翻了一下预订的信息，才发现原来我的车是停在了对面的一个更大的停车场。拿到车后，先去超市买了一些生活用品。法罗的超市不大，但是东西很齐全。然后找到了一家还亮着灯的餐厅，赶紧进去先把晚餐解决了。吃饭的时候，窗外的天空也开始渐渐的变脸，乌云像是有人推着它们一样，越挤越低，低到盖住了对面的山顶。很快，不大不小的雨也下来了。我望着窗外，心里默默的祈祷，希望接下来的日子能给我几天好的天气。当时的我还不知道，这场雨会一直陪我走完整个法罗群岛的行程。吃完晚餐的时候，天还没有完全黑，我想起刚刚在飞机上看到的龙骨山，决定开车过去看一看。车子沿着海岸线开了大约15分钟，远处的海面上那熟悉的轮廓渐渐的出现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跳突然加快，手心甚至有点冒汗。我在照片里看过他无数次，但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来到他的面前。
有些地方总觉得很远很难去，甚至有时候觉得也不可能会去。可是当愿望足够的大，人就会想尽办法给自己一张去远方的票。在龙骨山前徘徊了很久，眼睛和相机轮流记录着它的形状，直到风渐渐加大，雨点开始打在脸上。我收起相机，钻进车里，决定先回去今天的住宿，毕竟明天还有更近距离的计划。第二天的行程是我早早预定好的快艇之旅，是要从海上去看看龙骨山。在吃早餐的时候，我盯着窗外的天气发呆，雨还在下，云也很低。法罗当地人常说，如果你不喜欢现在的天气，就再等5分钟，它可能会变好。我默默希望今天就是那5分钟的奇迹。可是，在开车前往集合地点的路上，奇迹并没有出现，风却越吹越大，雨也越下越密。我开始怀疑这趟行程会不会被取消。在法罗群岛上，很多土地都是私人所有，龙骨山所在的地方也不例外。想要近距离的参观，甚至只是想徒个步，都必须通过当地旅行团，而且每周都只有几天对外开放。Hello， 阿里。这个是我们的船吧？虽然天气恶劣，我们的船还是按时出发了。是一艘橡皮快艇，一路上发动机的轰鸣声盖过了风声，它也似乎完全不在乎我们的体感，一路颠簸着直奔龙骨山目的地。我坐在船中间，看着坐在船头的2位大哥，他们的外套被风吹得鼓成气球一样，用身体帮我们挡下了不少的风和雨。我当时心里真的很佩服他们。
绕过龙骨山，我们在对岸的礁石区靠岸，准备登顶去看最经典的角度。上岸之后，风雨更猛了，雨点打在身上都有一点刺痛的感觉。我当天穿的是一件硬壳的冲锋衣和一条软壳的冲锋裤，本来以为可以足够应付了，可是不到10分钟，裤子就被雨水浸透了，再加上风一吹，寒意迅速地爬满了全身。当时的感觉就有点像在室温的状态，我开始不断的打哆嗦，脑子里面就只剩下一个念头，赶快爬上去看一看，然后赶紧下山回到温暖的地方。这种天气爬山真的是太受罪了。因为天气的寒冷和潮湿，我对眼前的风景几乎没有任何的留恋，甚至感到有点失望。这和我想象中的体验是完全不一样。而就在我心情十分低落的时候，我听见了一个熟悉的语言。你在打手枪？不要说后面。是的，穿哪个呀？那个红色的，这10是这个这个。可以了。你看，一会儿就可以看。我给你也拍一张。给人来的。这个实体的，反正也。看着他们在风雨中依然笑得很开心，很享受当下的环境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天气不就像人生一样吗？有阳光普照的高山，也有阴云密布的低谷。可是即便身在低谷，我们仍能够选择抬头去感受风声，去看雨滴落在海面上的涟漪。因为这一刻虽然不完美，但却很真实；虽然不温暖，却是独一无二的。它依然是属于我们在路途上的风景。这就是我在龙骨山唯一的一张留影。照片有些模糊，颜色也被风雨冲淡了，但它成了我在旅途中非常珍贵的纪念。它承载了风的力量、雨的痕迹，还有那一瞬间心里的温度。感谢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，你们让我的故事比风景本身更值得回忆。